大家好，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片尾有谜题，记得看到最后哦。今天就让我带你们经历这起英国水沟连环杀人案。2013年4月3日，英国剑桥郡一个叫彼得伯勒的宁静小镇，春天给田野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一位正在遛狗的居民，却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被随意丢弃的黑色行李箱，箱子没有上锁。很是好奇的他打开了箱子，不出意外的，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箱子里卷曲着的是一具已经腐烂的男性遗骸。警方迅速封锁现场，死者被确认为48岁的凯文里，一位本地小有名气的地产商，是2个孩子的父亲，家庭美满。致命伤是胸口的2处刀伤，但诡异的是，凯文的尸体被发现时穿着一件黑色的亮片晚礼服，姿势被刻意摆弄得如同一个破损的洋娃娃。这种充满羞辱和戏剧感的布置，让整个案发现场都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邪气。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为何会穿着女装被弃尸荒野？是情杀、仇杀，还是某种变态的仪式？就在警方围绕凯文的社会关系展开密集调查时，城里却炸开了锅，因为新的遗骸出现了。4月8日，距离第一具遗骸不到16公里，又一位遛狗的路人报了警。这一次是在一条更加偏僻的河沟里，警方在这里发现了2具男性的遗骸，他们分别是31岁的波兰移民卢卡斯·斯拉伯舍夫斯基和48岁的退役军人约翰·查普曼。卢卡斯刚来英国不久，靠在工厂打零工为生。他是在3月19日失踪的。朋友说，他失踪前准备去见一个他刚认识的女孩。他的遗骸同样身中数刀，心脏被精准的刺穿。而另一位死者约翰·查普曼则是一位独居的老兵，曾经在军队服役22年。他为人友善，但有些酗酒的问题。他被发现时，颈部和胸部有多处致命刀伤。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警方面对的局面。3名死者在短短10天内被相继发现，一位是富裕的本地商人，一位是底层工人的波兰劳工，还有一位是退伍的老兵。这3个人无论从社会阶层、生活背景还是年龄来看，都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毫无疑问，这是最让警方头痛的无差别随机杀人。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彼得伯勒水沟杀手登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小镇居民人心惶惶。日落之后，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警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调集了所有的资源，对3名受害者的生前轨迹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试图找到那根能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的针。很快他们找到了，但这根针非但没能解开谜团，反而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警方发现这3名受害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和惠灵顿街22号一栋破败不堪的廉租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凯文里是这栋房子的房东，他经常来这里收租。约翰·查普曼是这里的租客之一，而波兰人卢卡斯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他失踪前正是被骗到这里来见一个女孩。一栋廉租房连接了3桩命案，这栋散发着霉味的廉租房究竟是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栋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角落。租客们大多是临时工、瘾君子或者有犯罪前科的人，他们来了又走，谁也不认识谁。警方对这栋房子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卢米诺世纪的蓝光在墙壁、地板和家具上照出了大片大片已经干了的血迹。法医在这里找到了属于3名死者的 DNA， 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第1案发现场。凶手就是在这里杀害了他们，然后再从容不迫地将尸体运出去，抛弃在不同的地点。那凶手到底是谁呢？调查又一次陷入了困境。这里的租客来来往往，几乎没有人登记身份信息。警方盘问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完全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每个人都有嫌疑，但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个凶手对这栋房子的环境了如指掌，行事冷静果断，有着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处理了尸体，却没有留下任何指向自己的直接证据。公众的恐慌越演越烈，一些专家开始在媒体上为这个神秘杀手做心理侧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高智商、有组织能力、享受掌控感的连环杀手。他很可能外表普通，生活在普通人身边，但内心异常的扭曲，
整个英国都觉得，根据心理侧写，神秘杀手很快就会露出马脚。然而，就在所有人把目光聚焦在案发城市时，案件却出现了惊天反转。4月2日，距离彼得伯勒20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赫里福德，下午阳光正好，56岁的罗宾·贝雷扎和64岁的约翰·罗杰斯正各自牵着自己的爱犬在街上散步。这时，一辆绿色的轿车忽然急刹车，停在了他们身边。车门打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冲了出来，手里攥着一把长刀。她二话不说，径直奔向了罗宾。罗宾还没反应过来，胸口和肩膀就被猛地刺中，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衣。紧接着，女人又转向了约翰，对着他的背部和手臂疯狂猛刺。整个过程快速而凶狠，这根本不是谋杀，更像是一场歇斯底里的发泄。女人在刺伤2人后，并没有立刻逃走，她跳上车，对着惊恐的路人大喊大叫，甚至对着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露出了一个诡异而挑拨的微笑。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随机案件也登上了新闻，但没有人把这起杀人案和水沟连环杀人案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精心策划、冷静处理现场的隐形杀手，另一个是光天化日之下歇斯底里。这2种截然不同的犯罪人格，怎么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赫里福德警方通过街道监控迅速锁定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系统显示这辆车登记在彼得伯勒。当他们把这个信息和彼得伯勒警方共享时，一个名字像一道惊雷，震开了案件的迷雾。乔安娜·丹尼西，她正是惠灵顿街22号的租客之一，并且在3名死者失踪那段时间，有多位目击者证实，她和死者之一，也就是房东凯文里，有过非常亲密的来往。警方意识到丹尼西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在赫里福德的袭击案中，车上还有一个男人，他叫加里斯特雷奇，一个身高接近2米、体型异常魁梧的男人。然而，这个外表看起来能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巨人，在丹尼西面前却像个被彻底驯服的宠物。警方展开了一场天罗地网式的大追捕。丹尼西和加里在赫里福德伤人后，并没有躲藏，反而像是在进行一场犯罪公路旅行。他们漫无目的的一路驱车，丹尼西甚至在车里对着手机镜头炫耀他刚刚捅人时刀上沾染的血迹，甚至兴奋地唱起了歌。他完全不像在逃亡，更像是在享受这场由他自导自演的真人秀。2天后，警方追踪到他们。当警察包围丹尼西时，他没有丝毫抗拒，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在审讯室里，丹尼西异常的坦白，他不仅承认了赫里福德的伤人案，还以一种近乎炫耀的口吻，详细的描述了他是如何杀死凯文、卢卡斯和约翰的。他告诉警察，杀人太上瘾了，一旦你开始就停不下来。他没有提到任何动机，他杀人的理由简单纯粹，单纯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他告诉警方，他先是把波兰人卢卡斯骗到惠灵顿街22号，用甜言蜜语让他放松警惕，然后从背后用刀刺穿了他的心脏。杀完人后，他把尸体藏在垃圾箱里，然后给同伴家里打电话，让他来帮忙处理。几天后，他的室友退伍老兵约翰·查普曼因为抱怨屋子里的气味不对，也被他盯上了。他用同样的方式将约翰杀死，而房东凯文里是最后一个受害者。丹尼西诱惑了他，2人发生了关系。之后，他趁凯文不备，将其杀死，给他穿上了那件黑色亮片裙，不仅是为了羞辱，更是为了增加这场谋杀游戏的戏剧性。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杀害凯文之后，他拿出手机和同伙家里一起和凯文的遗骸拍了大量的合影。照片里，他伸出舌头，摆出摇滚明星一样的手势，脸上是纯粹的病态的兴奋。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份关于乔安娜·丹尼西的恶魔人生被完整的拼凑了出来。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欲和反社会倾向。15岁时，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从此便与街头的暴力和毒品为伴。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被诊断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他对他人毫无共情能力，却又极度渴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是一个天生的操纵者，他用暴力和性来控制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他的伴侣。他的一位前男友作证说，丹尼西曾经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强迫他用刀自残，来证明自己的爱意。他的2个孩子也因为他的暴力和不稳定，早早的被社会福利机构带走。他
他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部以他为主角的暴力电影，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最盛大、最能吸引眼球的高潮。在监狱里等待审判时，他也没有闲着，他和各种狱警、犯人调情，甚至策划过一起越狱。在他的计划里，他准备杀死一名狱警，割下他的手指，然后用指纹来打开监狱的生物识别门锁，但他并没有成功。他能等待的是最终对他的审判。2014年，乔安娜·丹尼西的案件正式开庭。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当法庭上播放他和同伙的审讯录像时，他会像看喜剧电影一样哈哈大笑。他和同在被告席上的家里眉来眼去，互相抛着媚眼。这种毫无悔意的嚣张与听众席上受害者的家属们的悲痛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最终，法官做出了判决：介于他毫无悔意，对社会构成极端威胁，并且存在高度的虐待倾向。法官判处乔安娜·丹尼西无期徒刑，永不得假释。审讯结束后，丹尼西被送回了布朗斯菲尔德女子监狱，至今她依然活跃在监狱里。她是在英国历史上第3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女性，另外2位分别是臭名昭著的沼泽杀手米拉·辛德利和虐杀儿童的罗斯玛丽·韦斯特。点赞过2000，我给大家做这2个案子。听完以后，你觉得丹尼西他是天生杀人狂，还是真的疯了呢？上期谜题的答案是，经纪人托比把狗训练的一听见电话铃声就立刻对人进行攻击。当时汤姆打电话给托雷斯，狗听到电话铃声后便依照平日的训练去攻击人，于是托马斯就被咬死了。这边是答对的老粉们，你们超棒的。接下来是新的谜题时间，你能解开谜题吗？一位体育明星的家里被盗，警官很快赶到现场，房间的地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经过询问发现，一个国际比赛的金杯被偷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小偷把书柜玻璃打碎并撒了满地。警官仔细查看，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这时巡逻的警察抓到了3个可疑的人，带到了警官面前。当警官发现其中一个人近视得很厉害，脸上有戴眼镜的痕迹，但却没有戴眼镜，就推测他就是小偷，也忽然明白了地上为什么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你知道为什么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吗？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记得关注频道，打开提示，下一案更新就能收到提醒了。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欢迎你来到洛奇的密室，我们下期再见。